独自斩杀7万恶魔的野蛮人至尊，竟被石化封印在现代博物馆里。当他历经1000年再度睁开双眼，整个现代都市都将为之颤抖。面对铺天盖地的7万恶魔大军，野蛮人一族如今只剩下沃尔夫冈一人。可卑鄙的恶魔根本不敢正面单挑，无数阴毒的诅咒如雨点般劈头盖脸砸下，他瞬间动弹不得，甚至连声音都被夺走，所有的防御和力量在刹那间被剥夺殆尽。恶魔甚至卑劣地动用了高阶禁术，当场残忍地斩断了他的手臂。紧接着便是恶魔发起的致命一击，野蛮人最后的希望似乎彻底破灭了。可谁能想到，在毁灭性的打击下，沃尔夫冈竟然奇迹般的还留着一口气。这下轮到胜券在握的恶魔彻底傻眼了。其实所有人都在纳闷一个普通人类到底哪来的胆子敢单挑7万恶魔大军。原来他早就与天使达成了神秘契约，甚至还得到了听懂世间所有语言的能力。此时地上的恶魔骷髅头还在疯狂嘲笑讥讽他只是个没脑子的短命野蛮。沃尔夫冈连半句废话都懒得跟他多说，直接挥起重锤将骷髅头砸得粉碎。跟这帮恶魔根本不需要讲什么道理，沙包大的拳头才是这世上唯一的硬道理。沃尔夫冈面无表情的直接承认自己确实早就被这残酷的世道逼疯了，而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帮杂碎恶魔。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彻底大干一场。谁能想到，原本黑压压的7万恶魔大军，硬生生被他一个人杀的只剩下1万多。毕竟天使赐予他的强力外挂，可远远不止1、2个这么简单。在这场一个人的复仇战争里，他就是降临在战场上的无情杀神。不过在所有逆天能力当中，最管用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终极外挂。就在残存的恶魔颤抖着劝他放弃时，那就是堕天使赐予他的终极能力，拥有近乎神迹的超强恢复力。这下子断手断脚都能瞬间重新长出来，哪怕是脑袋搬家也根本无法将他杀死。沃尔夫冈当场向恶魔大军霸气放话，要用这双铁拳将他们活活全部砸死。一个根本死不掉的疯狂人类，在战场上那就是单方面降维打击的屠杀。看着身边的同伴成片成片的倒下，恶魔这回是彻底踢到了最硬的铁板。他们甚至开始在恐惧中怀疑，到底谁才是真正从地狱爬出来的怪物。可惜现在才感到后悔已经太晚了。这场一个人的灭世战争还在继续，残存的1万多只恶魔全都缩在阴暗的巢穴里，等着他自投罗网。这里能彻底切断他与天使的神秘联系，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必死的局。可就算明知道前方是万丈深渊，沃尔夫冈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了进来，因为那个杀了他全家的血海仇人此时此刻就躲在这个巢穴的最深处。这个名叫戴维豪斯的恶魔首领故意设下圈套，将他一步步引诱到这里。这下对方的险恶阴谋终于得逞，漫天呼啸的箭雨瞬间将他砸成了筛子。最糟糕的是，在这个诡异的鬼地方，天使的祝福已经彻底失去了效果。恶魔以为胜券在握，疯狂嘲笑他再强也终究只是个凡人。可这帮蠢货根本不知道自己漏掉了什么。沃尔夫冈只是不屑地冷笑一声，直接嫌弃对方的废话实在是太多了。这句挑衅彻底把恶魔首领给惹毛了。随着一声令下，无数恶魔铺天盖地涌来，但这恰恰就是沃尔夫冈最想要的局面，因为他能与恶魔大军抗衡至今，靠的可绝对不单单是天使的祝福，而是一个超越人类极限的终极秘密。他是一个越战越勇的纯血野蛮人，光是体内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就足够他单枪匹马毁灭整个帝国。谁能想到他真的凭借一己之力将整整1万多只恶魔全部屠杀殆尽。如今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苟延残喘的恶魔。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恶魔首领，到死也想不通他们整支恶魔大军居然会被一个人类给彻底消灭。沃尔夫冈根本不想听他临死前的废话，冷冷的表示每次都说一样的话，真是无聊。这回一切是真的要彻底结束了。背负了许久的血海深仇，在这一刻终于要画上完美的句号。大仇即将得报，沃尔夫冈甚至已经想好了以后的退路，他要回到老家，重新重建昔日的家园，重新做回那个自由自在的野蛮。可眼前的恶魔根本无法接受战败的结局，他嘴硬的怒吼着高贵的恶魔绝不会输，接着竟然企图自己动手了结生命。沃尔夫冈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小算盘，冷冷的表示想自我了断来逃避惩罚，简直是门都没有。他的复仇必须由他亲手来终结。可就在巨剑即将落下的那一刹那，恶魔突然面露疯狂的狞笑，直接发动了同归于尽的远古石化巫术。这突如其来的致命变故让沃尔夫冈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脚下瞬间绽放的金色光芒在刹那间将他死死困在原地，连他体内的天使们都彻底懵了。谁能想到这个垂死挣扎的恶魔居然还暗中藏着这种失传的远古技，他的身体开始逐渐变得不听使唤，耳朵听不见声音，眼前也渐渐黑了下去。看着仇人一步步得意的走远，沃尔夫冈彻底急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怒吼，让对方站住。可无论他此刻如何疯狂挣扎，无情的黑暗还是将他彻底吞噬。谁能想到，当年拯救世界的英雄沃尔夫冈，如今居然成了现代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一个游客正站在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嘴里还直夸这具雕像做得太逼真了。可这个凡人哪里会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人工雕刻的石像。被石化了无数年的沃尔夫冈，意识在这一刻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了。他能清晰看见眼前的人，甚至能听到声音。导游在后面大声催促着赶紧归队。游客刚准备转过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石像的手指突然微微动了一下。难道说封印了无数年的远古诅咒在这一刻终于彻底失效了吗？还没等那个游客反应过来，一只巨大的石手直接死死按住了他的脑袋。
沃尔夫刚冷冷地吐出一句“给我让开”，接着一把将他整个人狠狠甩飞了出去。这下子整个博物馆展厅彻底炸锅了，活生生的远古野蛮人竟然真的复活了。沃尔夫刚缓缓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看着周围这帮大呼小叫的现代人类，他的心里瞬间充满了嫌弃。既然现在身体已经能够自由活动，那就必须立刻去找那个家伙清算旧账。那个该死的恶魔之屋，他可没打算放过。接着他尝试着唤出了自己的状态窗口，唰的一下，金色系统面板直接弹了出来。这一看不要紧，沃尔夫刚整个人都愣住了，面板上显示的信息简直离谱到了极点。恶魔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暴增到了快100万只。还有这个突然出现的所谓猎人，到底又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曾经强大无比的野蛮人一族，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居然只剩下他自己了。沃尔夫刚看着周围迅速围上来的西装男，心里直犯嘀咕：这帮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刚才不过是随手扔飞了一个普通人，这帮家伙就跟天塌了一样围着他大呼小叫。在沃尔夫刚眼里，这帮人简直弱得像纸糊。就在这时，一个叫金振西的守卫走了过来，直接亮出身份卡，要求他出示什么身份证。沃尔夫刚哪里听得懂这些现代词汇，金振西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发出警告。结果话还没说完，沃尔夫刚就直接出手，一把死死掐住了金振西的脖子。沃尔夫刚冷冷低质问对方：“你刚才说你要管我，但自己可不是好惹的。”就在金振西快要窒息撑不住的时候，旁边突然急匆匆跑来一个年轻女人，她就是易灵。易灵一开口就直接喊出了沃尔夫刚的名字。听到这个尘封已久的熟悉名字，沃尔夫刚终于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直接像丢垃圾一样把金振西扔到了一边。他缓缓转过身，死盯着眼前的易灵，冷冷地质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面对沃尔夫刚的质问，易灵根本没打算正面回答，而是直接抛出了诱饵，只要跟着他走就能有吃有住。这条件对刚复活的沃尔夫刚来说确实很难拒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阵耀眼的蓝光瞬间将他包围，眼前的世界已经彻底变了样。沃尔夫刚有些疑惑：“我们这是要去哪？”易灵一边带路一边回答：“先去猎人协会那里，说话比较方便。”听到这个完全陌生的词汇，沃尔夫刚皱起眉头：“猎人那是什么？”易灵耐心地解释道：“那是专门对付异界怪物的人，而协会就是管理他们的组织。原来现在的恶魔也划分了等级。”易灵接着补充：“厉害的恶魔由官方盯着，我们只负责处理些小喽啰。”更让沃尔夫刚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也是他们的目标。易灵转头看着他：“你也是我们重点寻找的对象。”沃尔夫刚有些意外：“我……”易灵继续解释：“之前大家都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石雕，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你其实是被诅咒石化的远古战士。”沃尔夫刚面无表情，冷冷回应，继续说。两人并肩走进大楼，这里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易灵叹了口气，现在能打恶魔的顶级猎人太少了，可传送门里的恶魔却越来越多。说到这里，易灵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沃尔夫刚欲言又止。当初找到你的时候，我其实在想，也许……沃尔夫刚有些不耐烦，你怎么不说了？易灵一路上都心事重重，看来有些话他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到了地方，易灵直接端上来一盘热气腾腾的披萨，毕竟饿了上千年，先填饱肚子才是正事。易灵在一旁解释，为了解开你身上的石化诅咒，协会其实找了好多治愈系猎人，可惜恶魔的诅咒实在太强，试了好多次都没成功。不过沃尔夫刚根本没心思听这些，眼前这个叫披萨的怪东西已经彻底征服了他的胃。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味的事？吃着吃着，他又盯上了旁边一瓶黑乎乎的液体，这是什么？易灵笑着介绍，这叫可乐，配着披萨喝更过瘾。沃尔夫刚二话不说，直接仰头灌了一大口，结果这一口下去，那奇妙又刺激的口感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易灵小心翼翼地询问：“这可乐味道怎么样？”沃尔夫刚摸了摸脖子，虽然一开始喉咙有点刺痛，但冰冰凉凉的确实好喝。易灵总算松了口气，让他放开了吃，顺便想打听点消息。你应该也发现了，这里和你的时代完全不同吧？沃尔夫刚点了点头，之前在车里看到的那些东西，确实听都没听过。易灵解释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你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公元哪一年？听到公元这个词，沃尔夫刚直接听懵了，表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易灵只能换个方式问他出生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沃尔夫刚回忆了一下，我出生的时候，距离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刚好过去了1000年。易灵兴奋地一拍桌子，表示自己的推论果然没错。他激动得手舞足蹈，说自己居然在跟一个古人说话，这对于他这个考古猎人来说简直太刺激了。沃尔夫刚根本听不懂他在兴奋什么，只催着他再拿一盒披萨过来，连吃了好几盒披萨。沃尔夫刚总算吃饱了，填饱肚子后，他开始聊起正事。既然这个时代也有恶魔，那事情就好办了。知不知道恶魔之屋在什么地方？易灵听了一头雾水，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沃尔夫刚解释道，那就是当年把我变成石头的罪魁祸首。易灵赶紧拿出手机，准备在猎人软件里搜一下。看着易灵对着一个小方块按来按去，沃尔夫刚觉得这时代的人真是古怪。然而搜索出来的结果却是一片空白。易灵有些纳闷，你确定恶魔之屋是恶魔的名字吗？沃尔夫刚低声解释，那个逃走的仇人确实是个恶魔，只要能亲手解决掉对方，他就能回到家乡日耳曼尼亚，回到家人的身边。可易灵却不得不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真相，你必须认清现实，因为日耳曼尼亚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听到这个消息，沃尔夫刚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易灵继续解释，距离你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曾经的故土如今早已换了名字。沃尔夫刚有些无法接受，1000多年意味着季节已经更替了1000次吗？
易灵叹了口气，那个时代的一切，如今都只存在于历史书里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让沃尔夫冈彻底崩溃，他愤怒的一拳砸碎了眼前的墙壁。虽然得知家乡早已毁灭，但沃尔夫冈依然没有放弃，因为当年他和天使签下的契约里就包含了救回家人的条件。他直接向易灵提出交易，既然你守着我醒来是有所图，那我可以帮忙实现你的目标，但前提只有一个，动用你所有的资源，帮我找到那个叫恶魔之屋的仇人。易灵当即答应了下来，只要那个恶魔还在这个世界上，就绝对能把他挖出来。可眼下最大的难题是，沃尔夫冈在这个时代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连个合法的身份都没有，想在现代社会活动简直寸步难行。不过易灵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在这个超能力者横行的时代，想要合法行动，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考取一张猎人执照。易灵认为沃尔夫冈完全有资格当猎人，可沃尔夫冈只嫌现代人的生活太麻烦。不过当了猎人好处可不少，不仅给安排住的地方，通过考试还能直接拿一大笔钱。虽然沃尔夫冈对钱根本没概念，易灵神秘兮兮的透露，要是运气好，还能跟星座签订契约。沃尔夫冈听得一头雾水，我只听说过天使，这星座又是从哪冒出来的？易灵解释说，这玩意儿也是15年前才出现的。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考场，大门口早就挤满了人。这些人全都是来当猎人的吗？今天正好是猎人学院的晋升考试，现场围满了人。正前方那面巨大的测试之墙，就是今天的第一道关卡，据说只要打出500分以上就算过关。看着这面厚实的石墙，沃尔夫冈却是一脸嫌弃的嘀咕，这玩意儿感觉轻轻一碰就会碎啊。易灵赶紧拉着他去登记，登记人员看着申请表有些迟疑，申请人的名字是沃尔夫冈吗？易灵在一旁点头确认，没错，他的全名就是沃尔夫冈。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他必须有担保人才能考试。好在易灵本身就是考古猎人，由他出面担保手续，很快就办妥了。就在这时，一个手持长矛的重装战士走了过去。那是什么？易灵在一旁解释，那是星座列奥尼达的长矛。看来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只要把长矛插进石墙前的底座，测试就会正式启动。随着长矛插入底座，强大的能量瞬间灌进测试之墙，整面石墙被耀眼的金光彻底激活。这动静可真是不小。看着这花里胡哨的场面，沃尔夫冈却是一脸嫌弃，现代人真是爱折腾。考官大声喊道：“大家安静，测试正式开始。”可就在这时，沃尔夫冈突然停住了脚步，这股能量波动怎么感觉这么熟悉？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测试墙上突然弹出系统提示：星座列奥尼达一世降下神谕，指名道姓要寻找一个有趣的人。底下的人群瞬间彻底炸锅，大家都在猜测谁是那个幸运儿。这时考官第一个叫上台的正是青龙家族的高佑呢。作为大名鼎鼎的猎人世家传人，所有人都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强。青龙家族的传人一出手，果然引起了全场的惊呼，大家都猜测他已经和星座签约。高佑那娇喝一声，使出全身力气，狠狠砸向测试墙，屏幕上瞬间跳出惊人数字1254分。沃尔夫冈看着屏幕，有些疑惑，这个分数很厉害吗？旁边的易灵连忙解释，这已经是正式猎人的水平，在新人考试中根本不可能见到。高佑那此时信心满满，认定自己就是星座要找的人。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提示框再次弹了出来，星座列奥尼达一世竟然开始催促，让下一个人赶紧上去测试。高佑那顿时彻底懵了，原来神明要找的人根本不是他，不仅没能得到新星座的青睐，高佑那还收到了更残酷的消息，原本与他签约的星座嫌弃他的实力太弱，竟然直接单方面解除了契约。就在他愣在原地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金振宇一把将他推开，嘲讽弱者被解约也是活该。围观群众顿时一阵惊呼，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正是金振宇。紧接着系统提示框再次亮起，星座野蛮人后裔将力量借给了他。金振宇的肌肉瞬间高高隆起，浑身力量开始疯狂飙升，他大吼着挥出沉重的一拳，扬言只要有自己在这里，今天谁也别想抢走风头。这一拳带着神明的渴望狠狠砸下，金振宇这一拳的威力确实惊人。测试墙上瞬间蹦出全新纪录2039分，底下的考生全部看傻了眼，这可是晋级考试历史上第一个突破2000分的新人，实力已经相当于正式的 C 级猎人。金振宇得意的抬头向天空喊话，询问神明自己是不是那个英雄。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测试墙上突然蓝光大作，星座列奥尼达一世不仅没有认可他，反而降下了愤怒的咆哮。金振宇顿时彻底懵了，金振宇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打出了历史最高分，为什么神明还是不满意？可天上的星座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降下神谕让他滚蛋，表示他根本不是要找的人。金振宇直接被恐怖的力量震瘫在地。就在这时，沃尔夫冈迈步走了上去。金振宇见状彻底被激怒，质问这个没资格考试的老家伙凭什么敢在这里插队。沃尔夫冈连头都没回，冷冷地警告对方，你的机会已经用完了，趁我好好说话赶紧滚开。金振宇哪里受过这种气，伸手就要给这个光头一点教训。易灵在人群里急得直摇头。沃尔夫冈冷冷地开口询问，你刚才说你身上的星座是野蛮人的后裔，这话让金振宇当场炸毛，他指着沃尔夫冈大吼，要求对方立刻给神明道歉。金振宇一边推搡一边警告，就算这位神明还没被大家熟知，也绝不是无名小卒能侮辱的，要是真把神明惹火，后果你根本承担不起。面对威胁，沃尔夫冈根本没当回事，反而冷笑了一声说道，那不如直接问问他，
我的名字叫沃尔夫冈，如果他真是野蛮人的后裔，就绝对不可能忘记这个名字。”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威压横扫全场。金振宇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直接被这股力量掀飞出去。谁能想到天上的星座居然直接降临？这下连易灵都彻底看傻了。这位传说中的神明一开口态度却放得极低，尊称沃尔夫冈为野蛮人的英雄。沃尔夫冈淡淡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自己刚才的话生气了？神明赶紧惶恐的解释，说自己只是借用了野蛮人的力量，是那个无知的孩子没认出大人，求他千万不要计较。沃尔夫冈冷冷的表示，这次可以不计较，但这个小子滥用神力，是不是该给他点教训？神明连忙答应，表示自己正有此意。话音刚落，一道神罚之光直接劈了下来。金振宇不仅没能晋级，恐怕连原本的力量都要保不住了。神明的惩罚来得又快又狠，金振宇直接瘫在地上动弹不得。紧接着系统提示弹了出来，星座不仅解除了契约，甚至连他背后的整个家族都一起被神明彻底拉黑。金振宇彻底沦为了废人。旁边的易灵整个人都看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叫沃尔夫冈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能让神明害怕成这样。就在这时，沃尔夫冈已经走到测试墙前，他看着那柄长矛，随口询问：“这个星座是教练奥尼达吧？”接着他微微一笑说道：“自己要借用一点力量，问这面墙能不能承受得住。”话音刚落，掌矛上突然燃起熊熊烈火，系统提示再次亮起，星座列奥尼达一世因为感受到英雄的降临，直接被唤醒了斯巴达的意志。沃尔夫冈轻声致谢，测试墙上的光芒瞬间彻底失控。既然你都把威压释放出来了，那我也不能落后啊！话音刚落，沃尔夫冈身上的气势全开，整个考场瞬间狂风大作，恐怖的威压像海啸般横扫全场，周围的考生根本站不稳，一个个被吹得东倒西歪。旁边的易灵更是看傻了眼，这股恐怖的压迫感根本不是普通猎人能散发出来的。他终于反应了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晋升测试，而是沃尔夫冈在单方面测试神明。他竟然用自己的力量去硬碰硬的试探一个星座，看着还在死撑的星座力量，沃尔夫冈冷笑了一声，劝道：“还是赶紧认输吧，反正今天我赢定了。”话音刚落，他身上的威压再次暴涨，整栋大楼都跟着剧烈晃动起来。这股恐怖的压迫感让旁边的高佑娜根本吃不消，他心里很清楚，再这样下去，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就在大家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这股可怕的气息却突然消失，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还没等易灵反应过来，沃尔夫冈已经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赶紧离开，毕竟对他来说，这场测试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沃尔夫冈说走就走，根本没打算留下来继续考试。易灵在后面急得直跺脚，追着询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考官突然惊恐地发现插在底座上的圣物长矛化学反应般开始出现裂纹，紧接着裂缝迅速蔓延开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不仅是那柄圣物长矛，连整面巨大的测试之墙都在所有人面前彻底崩塌。虽然测试现场被砸了个稀烂，但沃尔夫冈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甚至还嫌弃协会的圣物太弱，根本不够自己热身的。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了呼叫声，通知他们去柜台办理手续。接待他们的正是协会负责人男人，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想要拿到猎人执照，就必须先把破坏公物的账结清。易灵小心翼翼地打听这笔赔偿到底要多少钱。男人微微一笑，说只要赔偿1亿韩元就行，要是沃尔夫冈付不起，就由担保人易灵来代付。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易灵整个人瞬间吓傻。男人把执照递了过去，安慰他们说这已经算走运了，毕竟圣物被毁属于历史首次，协会根本没有相关的赔偿规定，所以只收了他们测试墙的钱。看着手里这张负债累累的透支卡，易灵这下是彻底欲哭无泪了。扣除掉各种补贴，他们现在还背着9000万的债务，这笔巨款迟早都还清。对沃尔夫冈来说，1亿韩元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易灵已经快要愁死了。沃尔夫冈有些疑惑，猎人不是很赚钱的职业吗？易灵叹了口气解释道，那也得是高等级的战斗猎人，像他这种辅助型的考古猎人，平时只能靠微薄的赞助过活，想靠打怪攒够1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听完易灵的解释，沃尔夫冈根本没放在心上，在他眼里那些低级怪物不过是些蝼蚁，一拳就能解决一大片。沃尔夫冈直接追问传送门到底在哪里，现在就带我过去。不过想要进入传送门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易灵耐心的解释说，现在去地下城冒险必须得通过专门的代理机构。沃尔夫冈有些不解，代理机构就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工会吗？易灵点了点头，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不仅能帮忙处理战利品，还能帮忙申请进入许可证。沃尔夫冈有些不屑，这所谓的代理机构不就是中间商在赚差价吗？易灵连忙解释说，虽然人家要抽2-3成的提成，但能解决不少法律麻烦，其实仔细想想也不算亏。可谁能想到，两人刚进第一家代理店，就被对方以不收外籍猎人为由，直接给拒之门外。换了第二家，人家一看沃尔夫冈没上过学院，连谈都不想谈，直接把他们请了出来。到了第三家更离谱，对方表示最看重信用评级，可系统里根本查不到沃尔夫冈的任何信息，接连碰壁让沃尔夫冈很不爽，吐槽这个时代的人废话真多。易灵叹了口气说，毕竟大家都是拿命在跟魔兽拼，没有底细的人谁也不敢轻易信任。就在这时，易灵的目光投了过来，沃尔夫冈还纳闷为什么总盯着他看。易灵看着他这副野人打扮，琢磨着这大块头确实太扎眼，要是把胡子剃了会不会显得面善一点。易灵劝他改造型，沃尔夫冈却一口拒绝，说胡子是野蛮人的骄傲，这身兽皮更是芬里尔一族的荣耀。
易林直接泼了盆冷水，说现在信用额度都废了，再不换个正常点的打扮，连猎人工作都别想找到。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男人突然从后面凑了上来，问他们是不是在找代理机构。男人一脸堆笑的推销，说他们的代理处名气响亮，简直就是业界的乌托邦。易林赶紧用手机查了一下，结果这家公司确实挺出名，只不过全是坑害猎人的恶评。男人还在极力劝说，说看他们到处碰壁，正好公司最近降低了签约门槛。这哪里是降低门槛，分明是名声太臭招不到人，才跑来这里忽悠他们。男人笑眯眯的开出条件，不仅分成要拿大头，还得签3年的卖身契。易林一听就急了，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可还没等易林拒绝，旁边的沃尔夫冈却主动加价，只要对方肯给1亿手付款，他立马就签字。这下可把易林吓坏了，看到有傻子主动送上门，男人嘴都要笑歪了，顺水推舟把合同改成了10年。签完字出来，易林一路上都在抱怨，责怪他太冲动。沃尔夫冈却显得很淡定，表示自己心里有数。易林听完直叹气，既然你心里都明白，怎么还这么冲动？沃尔夫冈却有自己的原则，谁帮过他，他就站在谁那边，他这辈子一直都是这么活过来的。接着，沃尔夫冈说出了自己的秘密，那个叫恶魔之屋的恶魔，当年屠杀了他所有的族人和家人，他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那个畜生。为了复仇，他当年和大天使签了契约，参加了神魔大战，只要能干掉那个恶魔，就能复活所有人，重新见到自己的父母和战友，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听完这些，易林心里有些愧疚，没想到这个看似粗鲁的大汉身上居然背负着这么沉重的过去。不过易林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这么担心，毕竟沃尔夫冈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来自过去的人，也是他最重要的发现。易林笑了笑，既然冒险和战斗是野蛮人的宿命，那帮助他适应这个新世界就是他现在的使命了。男人突然找了过来，说之前安排的住处已经准备好了，既然地方找好了，那就要赶紧动身。谁能想到沃尔夫冈在考场搞出的动静居然直接上了新闻，连易林的朋友都跑来打听情况。虽然这事确实闹得挺大，但易林现在只想躺平，毕竟带一个古代人适应现代生活实在是太折腾人了。看着沃尔夫冈准备出发，易林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犯嘀咕，这大汉一个人出门真的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吗？男人把人带到了房间门口，沃尔夫冈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能去地下城。男人推开门解释说，除了周末1周最多可以去5天，其中有2次是必须去的。沃尔夫冈一听直接问能不能5次全去，男人笑着表示当然没问题。接着男人交代了联络方式，说之后会用手机通知出发时间，只要按时在楼前空地集合就行。交代完这些，男人就先告辞了，让沃尔夫冈好好休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沃尔夫冈有些感慨，这地方的大小让他想起了以前住过的矮人旅馆。不过仔细一瞧，这里条件好像还比以前好点。不管怎么说，得先解决眼前的照明问题。可屋里黑灯瞎火的，沃尔夫冈下意识想找个火把照明。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桌上的盒子，里面放着之前发给他的手机，还有银行卡。沃尔夫冈盯着这个银行卡，顿时犯了难。这现代人的高科技玩意儿到底该怎么使用啊？这卡片看着比易林之前用的那个还要小，这个时代全是些让人搞不懂的玩意儿。看来想要融入这里，还得花不少时间。集合地点人头攒动，大家都是准备去地下城的猎人。可沃尔夫冈这身野蛮人打扮，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负责带队的新人负责人了过来，打量着这个比自己高出2头的壮汉，问他是不是那个新来的。负责人有些无语的问他，你该不会打算就穿成这样进去吧？被一个弱不禁风的现代人这么盯着，沃尔夫冈心里顿时有些不爽。其实在出发前，易林就特意叮嘱过他，去地下城可以，但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对人类动手。沃尔夫冈有些不解，在弱肉强食的法则里，强者为尊，为什么还要守这种规矩？易林耐心的解释说，这个时代和以前不一样了，人类能和魔兽抗衡，靠的可不单单是猎人的武力，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那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一旦惹了麻烦，可就真的寸步难行了。要是到处树敌，想找到那个恶魔可就难了。结果刚到集合地点，负责人就看他很不顺眼，没好气的让他赶紧去换防毒服。接着负责人又指着大剑问，这块破铜烂铁又是啥？沃尔夫冈回答，这是我的武器。负责人摆摆手，今天用不着武器，把它留下，顺便再去洗个澡。沃尔夫冈答应的很痛快，可谁能想到他居然当街就开始脱衣服，这下把负责人彻底整崩溃了，大骂沃尔夫冈是变态。沃尔夫冈还挺委屈，说不是你让我洗澡的吗？指个河沟子我洗洗就回，这可是在大马路上。负责人气得直骂人。折腾完这一出，他们终于出发了。一辆咖车摇摇晃晃地开往地下城，车里的年轻猎人一路上抱怨个不停，嫌地方太远。开车的负责人让他知足吧，说这可是 B 级地下城，要不是去捡漏 F 级猎人哪有资格进去？原来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去收集史莱姆的尸体，虽然听着安全，但年轻猎人却很不满，抱怨工钱越来越少，扣掉份子钱根本剩不下几个子儿。负责人被他念叨烦了，直接让他闭嘴，爱干干不干滚蛋。咖车摇摇晃晃的，终于开到了地下城入口，金俊涵也跟着一起赶了过来。毕竟这是新人的第一次任务，他这个代理怎么也得盯着点。可还没等大家聊上几句，金俊涵就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头疼的问题。只见沃尔夫冈从车上站了起来，身上居然只套了一件牛仔背带裤，上身还光溜溜的。金俊涵整个人都看傻了，赶紧问他怎么穿成这样。沃尔夫冈倒是一脸无所谓，说别人让他换衣服他就换了这件，虽然看着怪，但活动起来还挺方便。金俊涵急得直跺脚，说这里
可是史莱姆地下城不穿防毒服怎么行？结果负责人比他还要委屈，说这大块头的体型实在太夸张，库房里根本找不到他能穿的号啊。既然找不到合适尺码的防毒服，负责人也只能妥协，让他先戴上防毒面具凑合一下。毕竟第一层只有史莱姆的碎片，只要防住毒气，就出不了大问题。金俊涵还是有些不放心，负责人解释说，第一层确实安全，但要是到了第二层，那可全都是活生生的怪物了。金俊涵赶紧叮嘱沃尔夫冈，在拿到防毒服之前，千万不能去第二层。交代完注意事项，大家便动身进入了地下城。这次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清理第一层的史莱姆残留物。代理还在前面唠唠叨叨的叮嘱，结果旁边的老手根本不耐烦，让他少说两句。就在大家准备动手时，沃尔夫冈却突然叫住了所有人。他一开口就问里面史莱姆多不多，还顺便打听了一下他们到底带了多少个收集罐。旁边的年轻猎人听完直犯嘀咕，说这罐子可是特制的，一个就重10公斤，装满了能有30公斤沉。可沃尔夫冈却一脸轻松，只嫌这罐子太占地方，让他没法多带几个。年轻猎人又好奇的打听，问他以前有没有对付过史莱姆。沃尔夫冈一脸不屑，说那种小喽啰自己以前根本瞧不上眼。年轻猎人听完直撇嘴，让他待会儿睁大眼睛好好学学。正说着呢，前面地上就出现了一个绿色圆球，年轻猎人赶紧凑过去显摆，说这就是死掉的史莱姆，虽然看着像个球，但里面全是毒素，千万不能用手直接碰。结果话还没说完，沃尔夫冈直接伸手把球抓了起来，还捏了捏说，确实有点刺痛，这毒性还挺带劲。这一下直接把旁边的年轻猎人给看傻了。结果沃尔夫冈的手别说融化了，连个红印都没留下，直接把旁边的年轻猎人给整不会了。刚嘱咐完要小心，一转头，这大块头居然直接用手去抠墙上的史莱姆，年轻猎人吓得大喊手指要化了。沃尔夫冈却一脸淡定，表示这点小毒连给他挠痒痒都不够，这身体素质简直像个怪物。更离谱的是，他嫌防毒面具太碍事，顺手就给扯了下来。在这毒气弥漫的地下城，他居然像在自家后花园一样，根本不受影响，还催着年轻猎人赶紧带路搞。原来这年轻猎人急着赚钱，是为了攒升职考试的报名费。可这悄悄话居然被沃尔夫冈听得一清二楚，这听力怕是连墙缝里的风声都漏不掉吧。两人一路走到了第一层最深处，可地上的收集罐却几乎全是空的。年轻猎人看着这惨淡的收获，心里直犯嘀咕，怎么今天的史莱姆残留物这么少？沃尔夫冈问这正不正常，年轻猎人叹了口气说，平时走到这里早就装满2个罐子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今天连本钱都得赔进去。听到要赔钱，沃尔夫冈直接提议去第二层。年轻猎人一听吓得连连摆手，说他们2个低级猎人下去简直就是送死。可沃尔夫冈根本不听劝，背起罐子就要往下走，还表示会帮他把罐子装满。年轻猎人虽然担心他没穿防护服，但看他这副无所谓的态度，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两人刚来到通往第二层的入口，还没等迈步，底下就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叫声，伴随着声音传上来的还有越来越浓的绿色毒物。易灵正准备紧急联系失联的沃尔夫冈，电话那头却只传来不在服务区的提示，这让他的心里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他碰到了带队的负责人俊涵。此时俊涵正对着电话愤怒地抱怨着，说工会根本没有沃尔夫冈能穿的防毒服，让他们清理完第一层之后就赶紧撤离。易灵听到沃尔夫冈还在危险的地下城，他立刻冲上前去，愤怒地质问俊涵，昨天给他的工作手机为什么打不通？俊涵也是一脸懵圈，表示自己根本不知情。这下易灵彻底心急如焚，他直接命令俊涵在前面带路，必须马上赶往沃尔夫冈所在的地下城。他们刚下到危机四伏的地下城第2层，这里的活体史莱姆毒性比之前强了1倍。旁边的年轻猎人吓得大喊，大叔小心。可沃尔夫冈根本就没把这毒素当回事，他直接徒手把活体史莱姆抓进罐子里，甚至还嫌弃第1层的收集速度太慢。没过一会儿，所有的罐子就全部装满了。年轻猎人兴奋地盘算着考试的报名费，可他一转头却发现沃尔夫冈不见了。看着眼前那条通往第3层的入口，年轻猎人这下彻底傻眼了。这第3层可是圣星公会的绝对禁地，如果擅自闯入，那跟送死没有任何区别。年轻猎人吓得赶紧一路小跑追了进去，可眼前的恐怖景象却让他彻底惊呆了。这里面竟然关着一只巨大的史莱姆王，前2层的怪物全是从这里分裂出来的，旁边巨大的魔力注入器正维持着，无数的小史莱姆正顺着管道往上爬。年轻猎人看到这一幕，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之前辛苦收集的那些怪物，全都是从这里面泄露出去的残渣。年轻猎人这下子算是彻底想通了，圣星公会一直在利用这些怪物疯狂敛财，还没等他细想，周围的气流突然发生巨变，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沃尔夫冈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巨大的动静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无数的城市垃圾从管道里疯狂倾泻而下，劈头盖脸的直接砸进了史莱姆堆里。看着眼前这令人作呕的恶心一幕，年轻猎人忍不住愤怒地破口大骂，工会竟然一直在用垃圾喂养怪物赚钱。就在这时，沃尔夫冈的眼前突然弹出提示，系统提示他成功激活了语言翻译能力。还没等他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本已经散去的史莱姆突然疯狂折返，成群结队地铺天盖地朝他们涌了过来。一只史莱姆直接飞过来砸在沃尔夫冈脸上，紧接着无数的粘液怪物像雨点般砸落，瞬间就将沃尔夫冈整个人给彻底活埋了。
被史莱姆彻底活埋的无尽黑暗之中，沃尔夫冈的眼前突然亮起了一道微光，那个诡异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脑海中响起，那个声音一直在痛苦地重复着一个字：杀。沃尔夫冈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只怪物居然真的拥有意识，那声音断断续续的哀求：“这求你杀了我。”沃尔夫冈见状，顺势向他开出了条件，只要能回答他的问题，就立刻成全他。他最关心的依然是那个恶魔的下落，可惜对方根本一无所知线索再次中。这强烈的毒性粘液直接融化了他的衣服。旁边的年轻猎人赶紧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但沃尔夫冈此时却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他直接向年轻猎人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这只怪物刚才竟然在求着我杀了他。年轻猎人听完吓得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他们这种底层猎人根本没实力招惹领主。沃尔夫冈只是死死盯着眼前的魔力注入器，琢磨着只要动手砸碎这玩意应该就行。年轻猎人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出声阻拦，这可是圣星公会价值连城的财产。虽然沃尔夫冈嘴上答应得十分痛快，但他的手却已经狠狠地按了下去。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坚固的装置瞬间被捏出裂缝，年轻猎人彻底慌了神，张开双臂死死拦在前面，大喊着问他怎么承担后果。沃尔夫冈眼神冰冷，只吐出4个字：让到一边。既然答应了那只怪物，他就必须兑现承诺。年轻猎人还想再劝，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注入器上的裂纹瞬间蔓延，整个装置开始剧烈震动，史莱姆王的结界彻底崩溃，周围的史莱姆瞬间疯狂暴动，局势彻底失控。沃尔夫冈一把拎起年轻猎人，直接将他扔向安全通道，接下来的烂摊子他要一个人扛。年轻猎人根本不想走，这种时候怎能丢下同伴？沃尔夫冈却根本不给商量余地，警告他这里马上就要塌了，让他赶紧滚蛋。看着对方这副强硬的态度，年轻猎人明白自己只会拖后腿，只能一边拼命往外跑，一边大喊着让他一定要活下来。沃尔夫冈连头都没回，在他的字典里可没有退缩这2个字。等碍事的人离开之后，沃尔夫冈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他死死盯着眼前庞大的魔力源，是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麻烦了。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整个结界被炸得粉碎，狂暴的能量瞬间将他吞没。易灵和俊涵终于赶到地下城入口，刚下车，负责人就慌忙迎了上来。俊涵赶紧询问情况，打听进去的猎人是否安全。负责人也是一头雾水，按理说人早就该出来了，可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话音刚落，整个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巨大的震动让人根本站不稳。负责人吓得直喊是不是地震了？易灵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绝对跟底下的地下城有关。好在震动很快停了下来，俊涵从地上爬起身，决定先把反常情况上报总部，然后再进地下城一探究竟。负责人还在为底下的猎人担忧。俊涵转头询问易灵的打算，易灵倒也十分干脆，直接要了防毒面具准备下去。而此时的地下城深处，史莱姆王有些疑惑，问沃尔夫冈不是说要杀了他吗？沃尔夫冈却觉得就这么憋屈的死在地下，未免也太不值了，怎么着也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话直接说到了怪物心坎里，他同意跟沃尔夫冈一起走，并警告这里马上就要塌了。话音刚落，绿色的粘液顺着身体爬了上来，这感觉确实有些怪异。还没等他细细体会，整个地下城就开始疯狂崩塌，这下真的没时间了。外面的震动依然没有停止，易灵刚拿到防毒面具，就感觉地面晃动得更加厉害。底下的年轻猎人更是倒了霉，周围的瓶罐碎了一地，他这才惊恐地反应过来，史莱姆王居然被放出来了。通道里瞬间乱成了一团，年轻猎人在前面拼命逃命，后面的怪物紧追不舍。可仔细一看，后面狂奔出来的居然是满身粘液的沃尔夫冈，眼看出口就在前方，能不能逃出去就看这最后几步了。眼看出口近在咫尺，年轻猎人以为这回总算安全了，结果一转头，沃尔夫冈已经追到了身后，还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年轻猎人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自己要被当成挡箭牌，谁能想到沃尔夫冈直接猛地一使劲，硬生生将他扔出了出口。伴随着一声震天巨响，地底的怪物终究还是冲了出来。看着毫发无伤的沃尔夫冈，年轻猎人有些纳闷，他忍不住开口询问：大叔，你不是说要杀了史莱姆王吗？怎么还把他带出来了？沃尔夫冈看着手里的粘液，淡淡的回答：我是要杀，不过在动手之前，总得让这家伙见一次阳光吧。接着，沃尔夫冈递过去一个发光的紫色核心，拿着，这是史莱姆王的核心，只要捏碎它，怪物就会彻底死掉，而且捏碎它的人还能分到一部分力量。年轻猎人看着手里的核心，有些不敢相信的问：为什么要给我？沃尔夫冈倒是一脸无所谓，淡淡的回答：这力量我用不上，就当是给你的谢礼。听到这话，年轻猎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就在这时，史莱姆王在阳光下慢慢消散，他轻声向沃尔夫冈道谢，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心愿。事情解决后，沃尔夫冈一眼看到赶来的易灵，大声跟他打着招呼。此时的负责人正忙着打电话，让人赶紧多派些运输车过来，毕竟这满地的怪物残骸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易灵确认了沃尔夫冈的安全，准备带他回去做最后的结算。车子刚开起来，沃尔夫冈还纳闷怎么走得这么急，易灵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还不是因为你惹了这么大麻烦。沃尔夫冈倒是一脸无辜，说自己只是遵守了约定。易灵也懒得跟他多废话，催促司机赶紧开车，说有人已经等了他一整天。沃尔夫冈有些意外，难道是有了那个恶魔的线索？
夜已经深了，俊涵却还留在现场。同僚劝他早点回去，他却根本不敢离开，因为这次的结算出了大问题。另一边，负责人正对着电话反复确认上报的数据实在太离谱，不是150公斤，而是整整150吨。电话那头的组长美颜彻底怒了，大声质问俊模：一个 F 级猎人一天能收割150吨，这简直是天方夜谭！14亿的结算款绝对不能出差错。他命令俊模立刻去现场查个清楚。负责人只能连声答应。他正对着手机抱怨，说美颜仗着自己是会长，又是他的姐姐，就整天对他指手画脚。俊涵在旁边听着，还以为是结算款出了什么问题。负责人叹了口气，说美颜非要让他先去现场检查，虽然心里100个不愿意，但底层打工人哪有拒绝的权利。另一边，沃尔夫冈正在浴室里洗澡，看着喷头里源源不断的水流，他整个人都惊呆了，甚至怀疑是不是在屋顶收集的雨水。守在门外的易林听得直翻白眼，催促他赶紧洗完出来，毕竟有人已经等了他一整天。易林还特意强调，虽然还没找到恶魔之屋的线索，但那个人对他们非常重要，顺便还给他准备了特大号的衣服。洗完澡，沃尔夫冈换上了那件特大号的衣服。走在路上，沃尔夫冈随口问了一句：“这个等他的人到底什么来头？”易林解释说，对方可是考古猎人里的领头羊。不过看着他这身紧巴巴的衣服，易林忍不住唠叨：“明天的带你买身合身的衣服和鞋子。”沃尔夫冈直言，肚子饿了一整天，有没有什么吃的？易林有些无奈，先见人，一会儿就带你去买。推开门，易林带着他走了进去，嘴里还不停地给对方赔礼道歉。屋里等着的正是明俊，易林赶紧介绍说，这位是国内顶尖的考古专家。明俊客气地打招呼：“你好，我是明俊。”沃尔夫冈也自报家门：“我是狼族的沃尔夫冈，你就是那个懂考古的头儿。”他一开口就问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他打听考古这个部落到底什么来头。易林赶紧解释说，考古可不是什么部落，而是研究历史和文物的学科。沃尔夫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不过比起这些，他的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既然认识了，那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看折满桌的炸鸡，沃尔夫冈直接开始风卷残云。明俊在旁边客气的招呼，让他慢慢吃，不够还可以再点。沃尔夫冈猛灌了一口可乐，这才切入正题，问明俊大费周章找他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明俊倒也坦诚，说自己确实有几个疑问想请教。明俊推了推眼镜，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惑：既然沃尔夫冈是从古代来的，为什么韩语能说得这么流利，简直就像个本地人一样？沃尔夫冈倒也没隐瞒，直言自己得到了天使的祝福，能听懂并使用所有的语言，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礼物。听到天使这个词，明俊有些纳闷，问这难道是哪个星座的名字？沃尔夫冈却听得一头雾水，反问星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易林在旁边赶紧提醒说，就是他之前在猎人考试里见过的那些家伙。沃尔夫冈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在现代人眼里，那些所谓的英灵和后羿就是星座。不过在沃尔夫冈看来，那些家伙根本不值一提。他直言天使的实力跟这些弱者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至少在对抗恶魔这方面，天使才是真正的主力。沃尔夫冈接着透露，当年天使为了寻求帮助，甚至主动找到了他的部落。明俊一听，顿时来了兴趣，追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明俊根据沃尔夫冈的描述，大概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天使与恶魔之间爆发了大战，而沃尔夫冈的部落也卷了进去。只可惜结局异常惨烈，整个部落最后被恶魔屠杀殆尽。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沃尔夫冈为了复仇，竟然独自一人杀向了恶魔的巢穴。当年他虽然打败了所有恶魔，也终于见到了那个宿敌，却还是中了对方的诅咒，整个身体变成了石头。看到他情绪有些低落，易林赶紧拉住他的手安慰：“没事的，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明俊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连忙向他道歉，说自己不该提起这段痛苦的回忆。沃尔夫冈却摇了摇头，直言这是他绝对不能忘记的过去。接着明俊有些迟疑地问：“能不能再拜托你一件事？”沃尔夫冈倒也干脆，让他直说无妨。明俊有些尴尬地解释，虽然对一个活人说这话不太合适，但毕竟你一开始是以文物的身份被发现的，所以必须得验证一下你的真伪。听到这话，沃尔夫冈直接被逗笑了，我居然成了文物。明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佛像，解释说这是他契约星座制作的雕像，这位星座曾是高丽时期的传奇僧侣，只要短暂召唤他出来，就能立刻验证沃尔夫冈的身份。虽然知道这可能会让人不太舒服，但明俊还是客气地征求他的同意。一旁的易林也赶紧跟着说好话，直言自己的研究能不能继续，全看这一次的验证了。为了让沃尔夫冈点头，易林甚至搬出了恶魔线索当筹码，保证明俊一定会全力帮他寻找恶魔。看着两人这副架势，沃尔夫冈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既然当事人都同意了，明俊也不再耽搁，立刻开始召唤星座。随着一阵耀眼的金光闪过，这位传说中的佛陀武僧终于显现了。谁能想到，这位星座刚一露面，就直接认出了沃尔夫冈的身份，甚至还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被召唤出来的武僧星座一露面就对沃尔夫冈十分恭敬，直言他就是终结神魔大战的蛮族英雄，甚至还主动向他鞠躬致敬。沃尔夫冈却显得很平静，淡淡的回了一句：“那不过是一场惨胜罢了，根本不值得行此大礼。”明俊赶紧道歉，还没等他多问，体内的魔力就直接耗尽了。不过这也让他彻底确认了沃尔夫冈的身份。地下城深处，调查人员看着空无一物的破碎容器，整个人都懵了。史莱姆王居然凭空消失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会长美颜那里，听到史莱姆王不见了，美颜直接气得拍了桌子。电话那头的负责人赶紧汇报说，底下的收容舱被彻底砸烂，里面连个史莱姆的影子都没有。
美颜根本不敢相信，那可是连他这个1级猎人都打不破的收容舱，除非是管理机构偷偷派了 S 级猎人，否则根本解释不通。负责人却十分肯定，今天进去的2个人明明都是 F 级，其中一个甚至昨天才刚拿到执照，是个彻头彻尾的新人。听到这里，美颜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新人绝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吩咐负责人立刻去查这个人的底细，准备起诉管理机构，把证据死死攥在手里。电话那头还在问，那笔14亿的结算款到底什么时候到？听说管理机构的人还在那等着。美颜彻底按捺不住火气了，他对着手机大吼：“1分钱也别给他们，立刻把人给我赶走！”易林带沃尔夫冈来到商场买鞋，两人刚坐下，沃尔夫冈就忍不住开口发问。他看着手里的银行卡，疑惑这玩意儿怎么没法跟人联络。易林一脸无奈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把卡当成了手机。易林顺口多问了一句，除了这个还拿了别的吗？沃尔夫冈理直气壮地回答，还有个大1号的卡片，嫌太重就没拿。易林听完彻底无语，解释说他把手机和卡给寄反了。沃尔夫冈有些不服气，抱怨又没人叫过他，他怎么可能知道？易林也只能笑着说，等买完东西再跟他解释。看来这位古代英雄要融入现代生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时店员急忙跑过来赔礼道歉，说让2位久等了。店员拿出了店里最大号的鞋，这尺码居然是340码，这脚的尺寸也太夸张了。就在这时，暗处有人盯上了他们。张明仔手里拿着沃尔夫冈的照片，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另一边，沃尔夫冈换好了新衣服，虽然尺寸刚好合适，但他总觉得这衣服穿起来别扭。易林倒是眼前一亮，直夸他穿起来真精神，虽然看着有点像个老头子，但能买到合身的衣服就不错了。易林又建议他把帽子摘掉，说这样看着会更好看。他帮沃尔夫冈整理好衣服，夸他现在终于像个现代人了。虽然沃尔夫冈觉得这身衣服太紧，但既然是易林的要求，他也只能老老实实配合。易林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接着便转身去上洗手间。谁能想到他们刚分开，暗处的尹浩成和张明仔就准备动手。此时的沃尔夫冈正站在洗手间门口纳闷，怎么这地方还分2个入口？就在这时，尹浩成直接发动技能前行过来，想趁他不备从背后偷袭。可他显然低估了这位英雄的实力，还没等他碰到衣角，就被沃尔夫冈一脚踹飞了出去。眼看同伴失手，张明仔也坐不住了，立刻激活技能一拳轰了过来。结果他连沃尔夫冈的防都没破，直接被一招反制，整个人狼狈的摔在地上。这2个偷袭的家伙简直是踢到了铁板上，沃尔夫冈单手就把人死死按住。他冷冷地质问，就是你们跟踪了我1天，到底是谁派你们来？被按住的张明仔还想嘴硬，质问沃尔夫冈的身份，还威胁让他乖乖跟他们走。结果话还没说完，沃尔夫冈直接手上用力，硬生生捏碎了对方的墨镜。张明仔疼得大叫，冲着旁边的同伙大喊，尹浩成，你个混蛋，就站在那看着吗？沃尔夫冈根本不为所动，冷冷的重复，是我先问的，谁派你们来的？是圣信公会吗？而此时在洗手间里的易林还在为沃尔夫冈发愁，根本不知道外面已经打翻了天。这大块头连公厕都不会用，自己又没法跟进去，这下该怎么办？沃尔夫冈冷冷地警告对方，让他们回去给首领带个话，要是再敢来惹事，整个部落都得跟着完蛋。这2个家伙自知踢到了铁板，只能互相搀扶着，灰溜溜的赶紧撤退。等易林从洗手间出来时，战斗早就结束了，地上只剩下一副摔碎的墨镜。易林提议先去吃顿好的，然后再带他回去，顺便教他怎么用手机和信用卡。一听到有吃的，沃尔夫冈立刻来了精神，易林更是大方，表示今天随便点，反正刷的都是明俊的卡。然而另一边麻烦事又找上门了，圣信公会一大早就狮子大开口，直接索赔60亿。俊涵听者会爆觉得这事简直荒谬，明明派去的是2个低级新人，怎么可能干掉高级的史莱姆王？可对方却一口咬定那具史莱姆尸体就是最好的证据。对方告诉俊涵，圣信公会不仅不给那14亿，反而倒打一耙，张口就要60亿的赔偿。这要求简直荒谬到了极点，对方却有些怀疑，盯着俊涵追问，那2个去现场的家伙到底是不是真的低级猎人？俊涵一口咬定自己亲自核实过执照，绝对出不了错。可对方根本不信，直接掏出手机说圣信公会那边已经把现场视频发过来了。视频一打开，画面里正是沃尔夫冈单方面吊打那2个偷袭者的场景。对方指着视频解释，穿卫衣的叫尹浩成，虽然名义上等级不高，但实力早就达到了中级。至于另一个被揪住头发的，则是刚升上中级的张明仔。可这2个人联手居然被对方直接秒杀，这下圣信公会彻底炸了，怀疑是有人在背后做局，故意派高手装成新人去砸场子。听到这，俊涵直接坐不住了，合着对方不给钱，自己还得背黑锅，他当场就要去找对方算账。经理听完俊涵的解释，觉得只要俊涵没掺和进去就行，反正2家公会这下是彻底闹掰了，不如直接起诉，把那14亿要回来。俊涵叮嘱经理一定要把钱追回来，接着便动身准备去签新合同。一坐上出租车，俊涵就忍不住开始抱怨，圣信公会为了赖账真是手段用尽，再这么被克扣下去，自己买车的计划又得泡汤了。可就在他翻看现场视频时，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视频里那个猎人明明已经动用了星座的力量，可沃尔夫冈却连动都没动一下。要知道，沃尔夫冈现在根本没有契约星座，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俊涵开始琢磨起来，看来得亲自去试探一下这个大块头了。
几天时间过去，沃尔夫冈独自走在现代都市街头，看着眼前的红绿灯，他忍不住在心里泛起嘀咕：这地方的国王管得也太宽了，居然连走路都要看灯的颜色。好在按照易林之前的嘱咐，他总算顺利找到了地方。一见面，易林就急忙迎了上来，询问他这一路上是否顺利，接着便带他往大楼深处走去，说明俊医生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两人推门进屋，明俊看到他们过来，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为让他们跑这一趟表示歉意，随后便带着两人直接朝储藏室走去。一看到沃尔夫冈手里的巨剑，明俊整个人都兴奋坏了。沃尔夫冈有些纳闷，低声问易林：“这人怎么奇奇怪怪的？”易林笑着解释：“毕竟是1000年前的古董和原主人一起出现，身为考古学家，怎么可能不激动？”沃尔夫冈听完，顺手把带过来的包递了过去，说里面还有一件芬里尔的狼皮衣服，让明俊轻拿轻放。听到芬里尔的名字，明俊更是惊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赶紧带着两人走进了储藏室。一进门，明俊就招呼里面的助手过来打招呼。蓝发戴眼镜的志浩走上前，看着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这活生生的历史文物，压迫感确实不一样。志浩主动伸出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 A 级考古猎人。沃尔夫冈也客气的跟他握了手。明俊接着介绍旁边的俊贤，说这是他的研究助理。俊贤主动上前打了个招呼，易林也从后面钻了出来，跟好久不见的志浩打起招呼。大家一见面气氛还挺融洽，可俊贤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沃尔夫冈背后的巨剑吸引了，他兴奋地凑上前去打听。沃尔夫冈解释说，这是他们部落历代酋长相传的宝贝。明俊拍了拍手打断了大家，说正好有一件棘手的神秘文物，想请沃尔夫冈过去瞧瞧。看着这群狂热的考古学家，沃尔夫冈忍不住向易林吐槽，这帮人平时都这么疯疯癫癫的吗？等走到展示柜前，里面赫然放着一把巨大的战锤。志浩解释说，这就是在发现沃尔夫冈石像的洞穴里找到的唯一一件无法被测量的诡异文物，不知道他认不认得。沃尔夫冈缓缓把手伸了过去，嘴里还念叨着一个名字，看来这件武器的主人跟他有着不小的渊源。沃尔夫冈缓缓握住战锤，说这把武器的主人叫乔纳斯，曾经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和他竞争酋长之位的对手。可惜在当年的神魔大战中，乔纳斯为了对抗恶魔不幸战死，这把战锤也就传到了他的手里。带着挚友的遗物，沃尔夫冈独自杀向战场，用这把战锤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恶魔。可即便如此，失去挚友的痛苦依然无法抹去。听完这段沉重的往事，易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沃尔夫冈看着眼前的战锤，说自己一定要找到那个杀死乔内斯的恶魔，为挚友报仇雪恨。看着他那宽大却显得有些孤单的背影，易林走上前拉住了他的手，温柔地劝他别总想着一个人扛下所有，大家会一起面对，让他一定要振作起来。沃尔夫冈点了点头，向易林道了谢。旁边的志浩有些自责，为提起他的伤心事道歉。沃尔夫冈倒是不介意，反而询问这把武器对研究有没有帮助。志浩刚想解释，沃尔夫冈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看着眼前的武器，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直接伸手抓了过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狂暴的防盗结界唰的一下被激活。志浩急得大喊，说这上面有防盗结界，根本不可能强行拿走。易林也彻底懵了，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动手了。明俊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体内的天使力量居然和眼前的文物产生了共鸣。这股力量的出现，直接唤醒了沃尔夫冈尘封的记忆。当年那场惨烈的神魔大战中，他曾和骑着巨兽的恶魔拼死不杀。看着眼前的宿敌，沃尔夫冈当场暴怒，男人低吼：“恶魔之屋！”看着瓶子里残留着血迹的碎片，易林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上面的血难道是沃尔夫冈留下的？面对易林的疑问，志浩非常肯定，这上面确实有天使的力量。志浩在电脑前一顿操作，发现那枚箭头上的微弱魔力确实属于恶魔之屋。易林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之前一直没办法好好分析。不过易林还是忍不住抱怨，刚才沃尔夫冈实在太鲁莽了，差点把大家都卷进结界爆炸里。沃尔夫冈也老老实实道了歉，承认自己刚才确实有点失控。好在志浩没打算深究，毕竟多亏了他才有了新进展。他猜到这战锤是件圣物，却怎么也没想到箭头会有问题。要是早点请个恶魔猎人来就好了，毕竟魔力和胜利用的都是魔力源，普通人根本分不清。志浩好奇地问沃尔夫冈是怎么分辨的，沃尔夫冈却摇了摇头，说自己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纯粹是跟恶魔打交道多了，身体自然而然形成的本能。一提到这是志浩，就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跟易林抱怨起猎人协会，说自己申请了那么多次恶魔猎人，结果那边根本不当回事。志浩突然想到了什么，脱口而出4个字：恶魔猎人。这可把旁边的易林给问懵了，连忙问他到底怎么了。志浩转头看向沃尔夫冈，提议让他去当恶魔猎人。易林一听更纳闷了，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提起这个来了？志浩解释说，前几天明俊让他帮忙调查恶魔之屋，还说这是沃尔夫冈来实验室的交换条件。虽然他是 A 级猎人，权限确实比明俊这个考古学家要高，但能查到的也只有已经公开的资料。易林在旁边听明白了，补充说，恶魔猎人的权限可不一样，他们能查到几乎所有关于恶魔的机密。虽然这个职业非常罕见，但以沃尔夫冈那强悍的实力和感知力，想通过考核简直是轻而易举。沃尔夫冈听完也来了兴趣，主动打听其要怎么才能当上恶魔猎人。志浩笑着竖起手指，说这事其实很简单，只要去参加猎人晋升考试就行了。易林一听要考试，整个人
直接摊在了桌上。志浩一脸纳闷，这怎么刚提考试就蔫了？明俊在旁边解释说，自己也听到了风声，前几天考试用的圣物居然坏了，在找到新的替代品之前，这考试怕是办不成。志浩一脸歉意地看着沃尔夫冈，要是没法考试，想当恶魔猎人可就难了。就在大家都犯愁的时候，旁边的俊贤突然开了口，说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拿到执照。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转了过去。明俊连忙追问是什么办法，俊贤看着大家一字一句的给出了答案：去学院入学。俊贤解释说，只要能从培训机构毕业，同样可以拿到恶魔猎人执照。明俊也在一旁点头表示赞同。听到这个消息，易林和志浩都很意外。易林突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去学校上课的不都是10几岁的孩子吗？志浩补充说，其实也有20多岁的学生。志浩转头好奇地打听沃尔夫冈的年龄，问他被石化之前到底有多大。沃尔夫冈倒也爽快，直接回答自己出生后一共度过了33个四季。听到33这个数字，大家都傻眼了。志浩更是忍不住惊呼出声，自己居然比这位1000年前的勇士还要大。易林耐心地在一旁解释，在这里男生得管比自己大的女生叫姐姐，既然志浩确实比沃尔夫冈大3岁，那叫一声姐姐也是理所应当的。沃尔夫冈倒也入乡随俗，直接对着志浩喊了一声姐姐，这可把志浩吓得不轻，急忙让他别用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叫姐姐。画面一转，来到走廊里，俊涵刚刚交接完手头的工作，想起组长交代要去接待刚到的新人，俊涵顺着地址一路找了过去，刚停在沃尔夫冈的房门前，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异动。想起手里的监控视频画面，俊涵在心里暗自琢磨，这家伙绝对不是普通的 F 级猎人，必须找个机会试探一下他的底细。另一边，易林正带着沃尔夫冈往外走，他主动包揽了推荐信的事情，还帮他规划好了毕业后的退路。沃尔夫冈也乐得把琐事交给他处理。暗中观察的俊涵正在寻找机会，而此时两人正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那就是高昂的学校入学费。这让沃尔夫冈忍不住叹气，怎么不管在哪个时代，钱都是最大的坎。就在两人为学费发愁时，俊涵突然从旁边走了出来，主动提出可以帮沃尔夫冈付学费，但前提是必须答应他一个奇怪的条件。俊涵笑着伸出右手，只要沃尔夫冈全力打他一拳就行。易林一听急，忙出声劝阻，生怕这一拳下去会闹出人命。沃尔夫冈也有些犹豫，表示自己虽然缺钱，但不想打死人。俊涵却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自傲地表示自己好歹是 C 级猎人，怎么可能连 F 级的一拳都接不下。易林在一旁暗自嘀咕，这家伙该不会是在吹牛吧？但看到他拿出的圣物又不像开玩笑，连忙提醒沃尔夫冈千万不要大意。沃尔夫冈却完全没放在心上，既然有圣物，防身内应该打不死人，他也想见识一下这个时代的圣物，随即握紧拳头让易林退后。易林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沃尔夫冈却一脸平静，让俊涵赶紧把星座力量召唤出来。俊涵微微一笑，直接激活了马牌，随着圣物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系统提示星座马牌之主响应了召唤。旁边的易林直接看傻了眼，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借用力量，而是星座直接附身到了俊涵身上。光芒散去后，站在原地的居然是头戴笠帽身、穿白袍的普文秀。易林在一旁纳闷的猜测，难道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暗行御师普文秀？没错，那位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此刻正借由俊涵的身体降临世间。随着普文秀猛地展开折扇，周围瞬间召唤出黑压压的一队官兵。沃尔夫冈见状也有点懵，忍不住问自己是不是要把他们全揍一遍。普文秀笑着解释，不用管他们，召唤官兵只是为了引出神圣力量，而且对手越是邪恶，他的惩罚就越强，只要你足够正直，就没什么好怕的。沃尔夫冈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他直接一拳轰出，恐怖的拳风让普文秀慌得大喊停下，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普文秀和周围的官兵瞬间开始消散，只剩下俊涵狼狈地倒在地上。易林急忙上前询问沃尔夫冈的情况，沃尔夫冈却一脸平静，表示自己没事。沃尔夫冈看着到地不起的俊涵，表示自己更担心这家伙的死活。易林吓了一跳，急忙上前查看。此时的俊涵正痛苦地咳嗽着，心里直犯嘀咕，这和计划的完全不同。沃尔夫冈确认对方还活着，只是伤得不轻，易林这才松了口气，顺便确认了学费问题。周一早上9点准时在学院门前集合。等两人离开后，俊涵挣扎着坐起身，虽然确认了对方身上没有邪恶气息，但刚才那一拳着实让他感到震撼，能一拳打散星座附身的恐怖实力，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忍不住在心中暗自猜测，这个叫沃尔夫冈的男人，难道也是某位降临的星座化身，又或者是比星座还要恐怖的未知存在？金振宇正在测试自己的拳力，这一拳的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随着蓝色能量在拳头上疯狂汇聚，他使出全力狠狠砸向测试仪，屏幕上的数字瞬间开始疯狂飙升，最终定格在2100多。金振宇兴奋地大喊，自己终于变强了。转眼到了周一，三人来到了首尔学院门口，看着这高耸入云的台阶，确实非常考验体力。易林和沃尔夫冈走得十分轻松，后面的俊涵却爬得要死要活。易林还以为他是想赖账不交学费，俊涵赶紧摆手解释，这真不是心疼钱，而是上次被一拳打散了星座附身，到现在后遗症还没完全好利索。随后三人来到办公室办理入学，负责接待的男人说他们运气不错，因为上周圣物被毁的意外，入学截止时间刚好延长了1周。听到这话，易林在一旁装傻充愣，毕竟那圣物就是被沃尔夫冈干碎的。男人接着交代，有推荐信就可以直接入学，不过
因为沃尔夫冈评级是 F 级，得先去最差的 F 班待着，以后可以通过内部考试升级。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把人家的圣物砸了，反而因祸得福，顺利入学。易林顺便打听起恶魔猎人专业，男人笑着解释，这个专业由程哲教授负责，而且他刚好就是 F 班的班主任。男人一边整理着文件，一边让易林先去教室，顺便让旁边的沃尔夫冈留下来交学费，还误以为他是易林的父亲。这下可把易林整不会了，赶紧解释要上学的是这位大叔。男人听完更加惊讶，还以为是老父亲大器晚成，结果易林说两人根本没关系。男人这下彻底懵了，那这笔学费到底该找谁要？易林伸手指向窗外，俊涵累得够呛，一路上都在不停抱怨，这学校怎么偏偏建在深山里。男人主动搭话，打听起沃尔夫冈惯用的武器。沃尔夫冈随口回答自己以前是用大剑的，这让易林有些纳闷，一个 F 级的新人上课难道还要带家伙？男人在一旁解释，不管什么级别都得选修专业课。易林有些后悔，早知道就该把武器留着。沃尔夫冈却一脸淡定，说自己随时都能把剑召唤出来。这话可把易林听懵了，这大剑还能凭空变出来？还没等他想明白，一道白影唰的一下从身边飞过，差点把人撞个跟头。易林吓得大喊小心。男人定睛一看，这急匆匆跑过去的不正是他们的班主任程哲教授吗？男人眼尖手快，赶紧大声把人喊住。这位程哲教授也是个奇人，飘在半空就停下了脚步，回头询问有什么事。男人顺水推舟，把刚入学的沃尔夫冈交给了他。程哲一听，顿时乐了，这下班里可算凑够2个人了。既然分班已经定下来，沃尔夫冈也只能跟着走。易林在一旁还是有点不放心，毕竟这位大叔的脾气可不好惹。他赶紧拉着沃尔夫冈一通交代，有事记得打电话，千万别在学校里动手打人，这要是再把人打坏了，那可就真没人能收场了。看着沃尔夫冈远去的背影，易林忍不住叹了口气，担心这大叔能不能适应学校生活。旁边的俊涵忍不住打趣，说他这样子像极了送儿子参军的老母亲，气得易林当场揪住他的衣领。结果走在前面的负责人突然回头问这2个孩子什么时候去交学费，这下易林彻底抓狂了，我们不是他的孩子。等进到学校教学楼，走廊墙上挂满的照片吸引了易林的注意。俊涵在一旁解释，这上面可都是历届的最强毕业生。俊涵指着其中一张照片介绍起来，那是第10届的第1名金振成，不仅身体力量强得像个怪物，背景更是大的吓人，不仅是顶尖财阀出身，还是外国星座的契约者。这可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天才，连星座契约都是家族式的。俊涵叹了口气，说这豪门风光的背后全是压力，天天被老爹逼着当最强猎人。易林听完直犯嘀咕，这家伙怎么对别人的家事这么清楚？俊涵也只是打了个哈哈应付过去。就在这个时候，负责接待的男人走了过来，确认俊涵是不是要推荐沃尔夫冈。俊涵赶紧点头，顺便打听期免学费的福利，毕竟他自己也没钱，有这好事哪能放过。易林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原来这家伙之前答应的那么痛快，全是想白嫖学校的福利啊。男人把俊涵叫进办公室，说是要补签一些文件。俊涵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易林，让他在外面老实等着。易林嘴上催他快去，心里却直犯嘀咕，虽说这家伙帮忙解决了学费，但怎么看都让人喜欢不起来。不过比起这个，易林更在意墙上的照片，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天才猎人金振成，最近怎么突然就销声匿迹了？此时的登记处里，男人正在接待一位新来的客人，让他先在休息区等候。俊涵一眼就注意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人，这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场让他一下子警惕起来，这人到底是谁？这仔细一看不要紧，俊涵整个人都不淡定了。眼前这个坐在沙发上的年轻人，居然就是那个销声匿迹的天才金振成。易林看着墙上的照片，心里直犯嘀咕，这人明明是个前途无量的精英，怎么最近突然没了消息？而且仔细一瞧，这照片上的人怎么越看越像自己认识的某人。此时在另一边，金振宇正站在办公室门口纠结，他实在是不想进去，可现在想走也来不及了。一想到自己居然沦落到恶魔猎人专业，他就觉得丢脸丢到了家。就在他长吁短叹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金振宇吓了一跳，急忙回头询问对方是谁。原来这人就是班主任程哲。程哲微微一笑，直接认出了他，问他是不是新生金振宇。程哲笑着问他，当恶魔猎人到底有什么不好？金振宇一脸不屑的抱怨，说白了就是干杂活的搜救犬，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程哲摇了摇头解释，虽然追踪是首要任务，但真要动起手来，他们可比普通猎人冲得更靠前。话还没说完，金振宇突然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指着走廊，另一头气得直咬牙，那家伙怎么会在这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金振宇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大喊着要让对方好看，说自己落到今天全拜他所赐。金振宇使出全力一拳砸过去，结果对方连躲都没躲，直接正面接下了这一招。还没等金振宇反应过来，沃尔夫冈反手就是一拳，直接把人给揍飞了。这下可好，刚开学就直接动上手了。沃尔夫冈单手死死按住对方，冷冷地质问是不是圣光公会派他来的。被按在地上的金振宇气得破口大骂，让沃尔夫冈赶紧放手。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程哲教授终于出手了。金振宇疼得大喊大叫，感觉胳膊都快被拧断了。沃尔夫冈有些不满地转过头，质问教授到底想干什么。程哲教授倒是一脸轻松，笑着说只是想拉个架。程哲教授
接着劝道：“在学校里私斗可是要被开除的，他可不想刚开学就少2个学生。”既然两人的恩怨根本劝不住，程哲教授干脆提议，不如在大家的监督下来一场正式的模拟对决。俊涵在台阶上叫住了对方，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可金振成态度十分冷淡，根本不想搭理他。俊涵叹了口气，说他的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接着又问他是不是还在追求那种力量。俊涵劝他赶紧收手，说这是自己作为前朋友的最后一个忠告。金振成听了却是一脸不屑，反笑话俊涵留着那个没用的圣物根本没用。俊涵立刻反驳说，这东西在对付恶魔契约者时可是最有效的武器。金振成显然不想再多说，冷冷地丢下一句以后别再见面，随后便转身离去。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俊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下面目睹了全程的易灵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2个人以前真的是朋友吗？沃尔夫冈一听要测试，顿时有些不乐意了。他质问教授，难道只能用星座的力量战斗吗？程哲教授耐心地解释，恶魔猎人必须学会使用星座力量，要是连这都办不到，那就趁早别干了。这次测试就是为了摸摸底。沃尔夫冈又问，如果不用星座力量会怎么样？程哲教授微微一笑，那不好意思，只能请你退学或者转班了。听到这话，金振宇在一旁幸灾乐祸，嘲笑大叔连这常识都不知道。沃尔夫冈没理他，继续追问是不是每个动作都得用星座力量。程哲教授想了想，说只要不直接接触，用点别的手段也行。不过程哲教授特意强调，这只是一场模拟对决，受点轻伤没关系，但绝对不能闹出人命。程哲教授转过头问金振宇，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金振宇根本没当回事，说只想赶紧开始，好把对面那张脸砸个稀巴烂。这家伙一边挑衅，一边用星座力量裹住网球，直接朝沃尔夫冈砸了过去。这威力看着就跟火球差不多，火球在沃尔夫冈脚边炸开，顿时扬起一片尘土。金振宇在对面问怎么样，说自己只是随便模仿了一下火球术。沃尔夫冈看了看自己被弄脏的衣服，有些郁闷地说，真是麻烦。金振宇在对面大喊，嫌麻烦就赶紧认输。他在操场上继续叫嚣，说要是沃尔夫冈现在跪下求饶，自己说不定还能放他一马。沃尔夫冈只觉得这家伙话太多了，金振宇却以为对方是在拖延时间，逼他赶紧认输跪下。沃尔夫冈这下彻底没了耐心，冷冷地表示，看来有些人只有挨了打才会听话。他直接给对方放话，只给金振宇1分钟时间，让他把能使的招数全使出来。与此同时，易灵和俊涵这边已经办完了手续，拿到了入学费的缴费凭证，两人准备动身离开学校。走在下山的台阶上，易灵还是忍不住好奇，打听起俊涵和刚才那个男人的过去，觉得他们之间的气氛实在太古怪。俊涵却只是笑了笑，调侃说，这大概就是对手之间那种又爱又恨的微妙关系吧。虽然毕业都这么多年了，可有些心结真不是时间能冲淡的。易灵听完叹了口气，觉得这关系实在太复杂。不过在他看来，这两人倒也不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俊涵无奈地笑了笑，他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想和过去的老朋友和解，确实是件挺难的事。谁能想到这场模拟对决刚开始，就直接演变成了恐怖的大爆炸。旁边的程哲教授急忙冲上前阻止，大喊着这简直是胡来。可金振宇此刻根本听不进去，他愤怒地咆哮着，自己的星座契约已经被全毁了，是那个家伙把一切都搞砸了。眼看局势彻底走向失控，程哲教授只能强行出手控制局面。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赛场瞬间被滚滚烟尘吞没。当滚滚浓烟逐渐散去，沃尔夫冈缓缓从废墟中走了出来，只是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炸得破烂不堪。他神色自若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抱怨这衣服的质量实在太差。接着他转过身去，说要借用一下旁人的东西。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只蓝色的大手便凭空凝聚，直接将俊贤的外套和兽皮夺了过去。俊贤见状，顿时吓了一跳，这声音听起来怎么如此像沃尔夫冈？而且他怎么能这样肆无忌惮的使用能力？沃尔夫冈将外套随意围在腰间，神色平静地重新走回场内。对面的金振宇整个人彻底看傻了眼，完全搞不懂刚才那到底是什么招数，更不知道那块兽皮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沃尔夫冈死死盯着金振宇的手臂，冷冷地指出那上面的纹身正散发着属于恶魔的禁忌力量。还没等金振宇反应过来，沃尔夫冈便直接腾空跃起，一记重击狠狠砸向地面，恐怖的冲击力瞬间将金振宇掀飞出去。这一重摔直接让金振宇手臂上的纹身现形，看着那散发着诡异红光的恶魔印记，旁边的程哲教授也立刻认出了这件邪物。沃尔夫冈语气冰冷地质问，这邪恶的东西怎么会在你身上？为什么冥界的守门人会缠在你的身上？原来这只散发着死气的可怕三头巨犬，就是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地狱看门犬。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因为强行与原本的星座解除契约，金振宇必须承担惨痛的代价。他的哥哥在一旁极力劝说，想要重新拿回失去的力量，就只能选择与深渊恶魔做交易。可金振宇当时根本不敢答应，毕竟与恶魔交易，迟早要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但哥哥的态度却异常强硬，如果不签下这份契约，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结果这股暴虐的力量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眼看召唤出来的巨兽即将失控，金振宇吓得当场崩溃，歇斯底里的大喊着让所有人赶紧逃命。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沃尔夫冈直接从身后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冷冷地警告他不要再乱叫。沃尔夫冈警告他，内心越是感到恐惧，这只恶魔巨兽就会变得越发强大，到最后甚至会直接吞噬掉他的寿命。
沃尔夫冈让金振宇睁大眼睛看好了，他要亲自向对方证明，靠出卖灵魂得来的恶魔力量，在真正的强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在这时，沃尔夫冈身上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气场，这股恐怖至极的能量波动，让旁边的教授和金振宇彻底看傻了眼。随着沃尔夫冈的气场巨开，一只巨大的蓝色巨狼凭空凝聚而出，光是散发出的恐怖威压，就压迫的地狱犬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沃尔夫冈看着身旁的巨狼芬里尔，询问他要不要顺便试身手。巨狼却语气冷傲地回答：“这只地狱犬早就被吓破了胆，根本不配当自己的对手。”沃尔夫冈淡淡的解释道：“召唤他只是为了宣告新的开始，因为在这个时代里，依然有恶魔在暗中四处游荡。”随后，巨狼便化作漫天蓝光，消散而去。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神迹，金振宇双腿一软，彻底瘫坐在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只巨狼居然还会开口说话。这个大叔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易灵正准备动身离开学校，半空中竟然飞过一把高速旋转的巨剑，如此巨大的动静显然极不寻常。而此时的操场废墟上，沃尔夫冈正等得有些不耐烦，嘴里嫌弃着对方的动作实在太慢。话音刚落，那把巨剑就带着刺耳的破空之声，直接朝着他的头顶狠狠砸了下来。这一剑砸得结结实实，连整片地面都跟着剧烈颤抖起来。办公室里气氛凝重，程哲教授正盯着眼前的金振宇。虽然猎人与恶魔签约并不违法，但他实在想不通金振宇身为财阀之子，为何要走上这条不归路。面对质问，金振宇低头沉默不语。程哲的语气变得无比严厉，警告他恶魔契约绝非儿戏，那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你和科尔百洛斯的契约，代价很可能是你剩下的一半寿命。听到这个惊人的秘密，一旁的沃尔夫冈猛地站起身，这个代价远超他的想象。金振宇死死攥着拳头，心中充满了被家族抛弃的屈辱。当年哥哥金振成成功与强大星座野蛮人的后裔签约，让整个武术世家为之疯狂，无数媒体争相报道，父亲的财阀梦想眼看就要实现。这份契约甚至扩大成了家族契约。可谁能想到，就在全家庆祝的巅峰时刻，毫无天赋的二儿子金振宇却成了亲手毁掉一切的罪人。金振宇咬牙切齿地怒视着沃尔夫冈，认定是对方毁了自己的契约。沃尔夫冈不屑地冷笑一声。当时金振宇身后的星座虚影赫然显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那尊强大的星座在沃尔夫冈面前，竟瞬间变得无比卑微。伟大的沃尔夫冈大人，求您宽恕我的有眼无珠。沃尔夫冈神色淡然，表示先前的惩罚已经足够。沃尔夫冈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星座早就对你们家族产生了怀疑。金振宇瞬间急眼，歇斯底里地怒吼：“这不可能！我哥是绝顶天才，要解除契约也该只解除我的。”沃尔夫冈依旧面无表情，直言这根本与天赋无关，而是你们使用力量的方法愚蠢至极。既然全家都走错了路，那就不配得到这份力量。愤怒的金振宇猛地揪住他的衣领，大声质问到底哪里用错了。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大门被暴力推开，来人正是金振宇的哥哥金振成。他一进门就指着弟弟破口大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立刻给我滚出来！”而此时的走廊外，易灵正神色慌张地往这里赶来。易灵心急如焚，生怕沃尔夫冈又惹出大乱子。俊涵在后面累得气喘吁吁，只能一边抱怨一边紧跟。此时的教学楼内，暴怒的金振成正拖着金振宇往外走，任凭弟弟如何哀求都无济于事。金振成一路将他拖到空地上，直接将金振宇扔了出去。金振宇狼狈地摔在地上，却只换来哥哥居高临下的蔑视。金振成指着他破口大骂：“你这个没用的垃圾，早就警告过失去契约的后果，你却还是把事情搞砸了。”越说越气的金振成冲上去，对着亲弟弟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程哲无奈地叹了口气，因为刚才的打岔，他们还没来得及谈正事。沃尔夫冈有些警惕，询问是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程哲却笑着摇了摇头，直言情况恰恰相反。走廊里，程哲询问沃尔夫冈是否早就看穿了一切。沃尔夫冈坦言自己确实有所察觉，论起对星座力量的掌控，他自认远超那些现役猎人。可即便如此，程哲发现金振宇体内恶魔能量的时间，竟然比沃尔夫冈还要晚得多，甚至花了不少时间才勉强认出来。程哲回想着先前的战斗，对沃尔夫冈的实力赞叹不已。从强行召唤恶魔犬到使用空间扭曲和召唤巨狼，甚至还展现了个空取物的念力。他笑着询问沃尔夫冈，既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为何还要屈尊来到这所学院？沃尔夫冈面无表情，询问对方的真正意图。程哲建议他直接参加晋升考试，这比按部就班地上课要快得多。正说着，沃尔夫冈突然停下脚步，敏锐地察觉到外面的动静。此时的操场上，金振成正疯狂宣泄着怒火，质问弟弟为何要毁掉自己铺好的路。眼看金振宇被打得奄奄一息，赶到的易灵急忙冲上去将他扶起。他实在看不下去，愤怒地质问金振成怎么能下如此狠手。金振成态度极其嚣张，警告易灵少管闲事，立刻滚开。眼看冲突升级，俊涵赶紧从身后死死抱住金振成，劝他冷静下来。可彻底失控的金振成疯狂挣扎，发誓要给这个废物弟弟一个教训。就在他歇斯底里咆哮时，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猛然扇在他脸上，全场瞬间一片死寂。程哲不知何时已悄然，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警告他们私自斗殴将被直接开除，而且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变了。程哲当场撂下狠话，敢在他的眼皮底下动粗，胆子确实不小。他给金振成指了两条路，要么现在立刻收手，要么由他亲自搭台切磋。金振成彻底懵了，没想到程哲会如此偏袒这个废物。
一个连契约都没有的普通人，凭什么能留在学院里？程哲的态度异常坚决，有没有契约根本不重要，只要是他看中的人，那就是他的学生。面对程哲恐怖的压迫感，金振成最终咬牙妥协，只能愤愤地转身离开。学院医务室的病床上，金振宇依然昏迷不醒。程哲教授在一旁无奈解释，虽然学校有治疗结界能快速修复他的外伤，但真正让人担忧的是金振宇近乎崩溃的精神状态。易林深深叹了一口气，直言这绝对和金振成脱不了关系。毕竟在先前的办公室里，金振宇曾歇斯底里地质问沃尔夫冈，他根本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自己是个废物也就罢了，可他哥哥明明是天才中的天才，就算契约出了问题，也绝不该连累到哥哥。他甚至愤怒地质问对方，到底什么叫用错了力量？而金振成在离开之前，也曾咬牙切齿地质问程哲，一个连契约都没有的普通人，凭什么能破例留在学院里？可程哲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当场直接下达了入学许可，逼得金振成彻底无话可说。看着昏睡中的金振宇，程哲教授眼神深邃，若有所思。但有一件事现在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了，他叹了口气，直言这对兄弟之间绝对隐藏着更深的秘密。正说着，沃尔夫冈便推门进来了。易林眼尖直着他背上的庞然大物，惊呼：“你竟然把地狱犬的尸体带走了！”沃尔夫冈头也不回的警告：“这鬼东西，你最好别乱碰，就算死了，也残留着恐怖的魔气。”与此同时，在校外停车场，俊涵正死死拦住金振成质问。俊涵此刻气愤到了极点，质问他为什么要对亲弟弟下狠手，有什么恩怨不能回家解决？金振成却只是冷冰冰的回应：“这是我们金家的私事，你这个外人少来插手。”俊涵根本不信他的鬼话，怀疑他最近的失踪另有古怪。金振成满脸不耐烦的警告：“收起你那无聊的猜想，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理由。”俊涵红着眼眶，步步紧逼：“到底是什么狗屁理由，能让你对至亲痛下杀手？”金振成彻底被激怒了，警告俊涵少在这桩正义使者。说完，他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隔着降下的车窗，金振成询问他为什么要调查自己的父亲。俊涵老实回答，是因为自己已经退出了协会，而且关于他父亲使用恶魔力量的事，他故意在提交的报告里隐瞒了下来。金振成一时间百感交集，他心里非常清楚，俊涵违规隐瞒真相，全是为了保护自己，这让他根本不知道该感激还是怨恨。随着引擎的一声轰鸣，金振成开车扬长而去，只留下俊涵独自站在原地发呆。画面一转，来到了考古猎人协会，沃尔夫冈正找人打听消息。俊贤听完他的要求，直接懵了，谁能想到这家伙竟然想用地狱犬的尸体去打造一副防具盔甲？沃尔夫冈倒是一脸淡定，表示自己正缺一个靠谱的铁匠，问对方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个。俊贤赶紧给沃尔夫冈科普，现在早就不流行直接找铁匠了，大家都是把材料挂到市场上卖掉，然后再用换来的钱去购买装备。为了把这具地狱犬的尸体脱手，那名俊贤和易林达成了交易，由他负责把材料挂网出售，代价是易林以后得协助他做研究。可当俊贤开口询问卖了钱之后要买什么装备时，沃尔夫冈却听得一头水，因为这装备根本就不是给自己准备的。这下连易林也彻底懵了，如果不是为了他自己，沃尔夫冈费这么大劲到底是要送给谁？与此同时，男人也收到了紧急消息，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地狱犬的皮毛，而小儿子金振宇却迟迟没有回家。手下急忙跑来向他汇报，学院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动手的人正是那个沃尔夫冈，而金振宇契约的那只地狱犬已经被对方彻底消灭了。得知学校里发生的冲突后，男人脸色阴沉的可怕，手下战战兢兢的汇报，金振宇已经被打进了医务室，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沃尔夫冈。听到这个名字，男人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准备派人暗中解决掉对方，但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为了稳住大儿子金振成，必须先把金振宇给带回来。男人冷冷地盯着他质问，你刚才听到了多少？金振成心中一惊，赶紧否认，声称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但在父亲恐怖的威压下，他最后还是只能低头认错。男人这次倒没有责怪他，反而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那个人马上就要彻底觉醒了，到时候整个世界都将属于他们家族。听到这个消息，金振成整个人如遭雷击，他根本不敢在房间多待，赶紧找了个借口退了出去。男人冷冷地吩咐手下，让他们把金振成也给我盯紧了。而此时，在医院的病房里，金振宇正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不久前，金振成突然推门走了进来，直接递给他一张神秘的图纸。金振宇有些纳闷地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金振成神色凝重地直言，这是地狱犬的纹身图案，只要把它刻在身上，就能重新和地狱犬签订契约，而且不管恶魔提出什么条件，你都必须无条件答应。金振宇一听，顿时急了，他根本不想和恶魔做交易，心里还幻想着以后能重新和星座签约。金振成却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语气极其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按我说的做，你真的会死。金振成太清楚父亲的狠辣手段了，一旦违抗了父亲的命令，就算是亲生儿子，父亲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这已经是他们兄弟俩最后保命的底牌了。只有和恶魔签约才能讨得父亲欢心，因为父亲为了唤醒那股禁忌力量，已经暗中筹划了整整好几年，一旦让他计划成功，连猎人协会都拿他没办法。金振宇有些迟疑地劝道，能不能找协会的朋友帮忙阻止父亲，毕竟用一半寿命去换取契约，这代价实在太沉重了。金振成却一口回绝，直言如果真把外人扯进来，他的朋友绝对活不成，现在听我的话去办，是他们兄弟俩唯一的活路。金振宇独自躺在病床上，心中充满了绝望。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半空中突然泛起一阵涟漪，凭空出现了一只发光的大手，直接朝他猛地伸了过来。金振宇吓得大声尖叫，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然而沃尔夫刚二话不说，直接伸手死死抓住了金振宇，唰的一下就把人给强行带走了。夜幕降临，一道蒙面的身影在夜色中疾驰飞奔，他心里焦急万分，必须赶在父亲动手前把弟弟带走。路过办公室时，程哲教授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到窗外一闪而过的身影，他心里有些纳闷，金振成这大半夜的跑来干什么？金振成根本顾不上暴露，一路摸到了病房门口，本以为金振宇还在里面躺着，结果拉开窗帘一看，床上早已空空如也。这下金振成彻底懵了，计划完全被打乱，金振宇到底被带去哪里了？他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程哲教授当场拦了下来。程哲教授警告他老实点，跟自己走，免得把事情闹大。而另一边，金振宇正瑟瑟发抖地缩在地上，看着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壮汉。沃尔夫刚一开口就命令他把衣服脱掉，说是要量尺寸收他当小弟。这奇葩要求直接把金振宇整懵了。不过沃尔夫刚紧接着抛出诱饵，问他想不想重新和星座签约，只要他能证明自己的事，就有机会重新得到野蛮人后裔的认可。虽然沃尔夫刚没给100%的保证，但只要能成为真正的战士，一切就还有转机。面对这唯一能翻盘的机会，金振宇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退路了。他最后还是选择妥协，直接跪求对方教导自己，只要能成为真正的战士，让他付出什么代价都愿意。沃尔夫刚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当场霸气宣布了他的命运。从现在开始，他要把金振宇培养成最强的盾战士。听到这个名号，金振宇整个人都懵了。盾战士，这算哪门子的战士啊？俊贤兴奋地表示，地狱犬的尸体终于找到了买家，这下换盾牌的钱总算有着落了。沃尔夫刚却眼神微动，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个神秘买家。叶灵有些吃惊，难道现在就要动身吗？沃尔夫刚的回答斩钉截铁，没错。扛着材料的金振宇却满心担忧，在这个节骨眼上收购地狱犬，买家该不会是自己的父亲金太官吧？就在这时，叶灵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是程哲教授发来的紧急消息。程哲开门见山地质问金振成，是不是又拿到了恶魔印记，甚至还想逼弟弟再次与恶魔签约，这背后的可怕代价他难道心里没数吗？金振成面对质问只能保沉默。程哲叹了口气，明白沉默就是默认。既然如此，程哲劝他立刻安排逃跑，自己随时可以提供接应。金振成却一口回绝，直言这背后的水太深，程哲根本应付不来。接着程哲透露了金振宇的下落，说他正和考古猎人待在一起，但紧接着他却突然变卦，表示绝不会让金振宇进入学院。金振成这下彻底急了，明明之前都已经说好了，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程哲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恶魔猎人每天都在刀尖舔血，随时都要做好送命的准备，一个只想把学院当避难所的懦夫，根本不配得到他的信任。程哲表示可以提供庇护，但前提是金振成必须把兄弟俩的秘密原本地交代清楚。金振成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起了家里的陈年旧事。原来他们的父亲金太官虽然是知名武术家，却始终没能得到星座的青睐。在这个属于猎人的时代，有钱也买不来真正的地位。金振成好不容易与海外星座签约，才让家族勉强挤进上留圈子。可前阵子契约突然终止，他们瞬间就被那个圈子扫地出门。以金太官那偏执的脾气，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程哲一听，顿时恍然大悟，金太官这是和恶魔联手了，而且对方的来头绝对不小。金振成直言，光靠他们根本对付不了这个疯子，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猎人协会介入。可问题是，协会真的会管这档子闲事吗？程哲还是有些想不通。就算金振宇因为解除契约受罚，金振成也没必要把亲弟弟逼到这种地步。金振成痛苦地叹了口气，直言父亲已经被黑暗彻底侵蚀了。当初要不是他拼死拦，金振宇早就没命了。他给弟弟恶魔力量，只是想让弟弟在父亲面前保住一条命。至于把弟弟打成重伤，金振成也是被逼无奈。如果他不亲自动手，父亲就会亲自解决掉金振宇。接着金振成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父亲已经把清道夫召集过来了。听到清道夫这3个字，程哲吓得直接站了起来，那可是一群相当于 A 级猎人的疯子，金太官居然敢把他们引进来。金振成无奈地表示，这就是他之前劝程哲别插手的原因，这股力量根本不是他们能抗衡的。虽然手段极端，但金振成并不后悔，因为这已经是能保住弟弟性命的唯一办法了。听完金振成的解释，程哲也意识到这是彻底闹大了，连他也根本插不上手。金振成心里一满是无奈，要是当初和星座的契约没断，父亲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疯样。但不管弟弟犯了什么错，他也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下死。一转眼到了第2天，金振宇被带去挑选装备，俊贤给他送来了一面大盾牌，说是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但防身绝对够用了。沃尔夫刚接过去试了试，觉得这分量刚刚好，正适合新手拿来练手。可金振宇看着这面笨重的盾牌，心里那叫一个嫌弃，这玩意儿拿在手里，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太土了吧？明明有刀枪剑戟那么多帅气的武器，偏偏塞给他一个铁疙瘩。沃尔夫刚叹了口气，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以你现在的实力，拿什么武器都伤不到恶魔分毫，只有把心思全放在防守上，才能在战场上保住一条小命。
金振宇一听有些不服气，质问对方是不是觉得自己太弱。沃尔夫冈回答得非常干脆，没错，因为你根本不懂得怎么用劲。回想起之前的交手，金振宇的拳头虽然有些力道，但对付恶魔根本不够看。真正的战斗必须学会在对的时刻调动全身力量。要是你能早点领悟这一点，上次对决被抄了后路的时候，也不至于被逼的只能动用恶魔力量。这番话直接戳中了痛处。金振宇看着手里的盾牌，一时间根本无话可说。画面一转，来到了金太官的私人庄园，在庄园深处的地下室里，正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阴谋。金太官毫不犹豫地割破了手掌，任由鲜血流淌下来。他咬牙切齿地咒骂着，不仅是猎人协会，连他那2个不争气的儿子也被他视作累赘。在他眼里，只要能完成这次的契约，他就再也不需要任何人了。随着鲜血滴入仪式盆中，地上的红色法阵刷的一下亮了起来。这股被筹划多年的禁忌力量，终于要彻底觉醒了。金太官大声呼唤着黑暗之父，直接献祭了自己的鲜血。原本晴朗的天空，唰的一下变得乌云密布，整个世界仿佛要被黑暗吞噬。守在旁边的下属兴奋坏了，会长马上就要得到无敌的力量了，到时候我们也能跟着分一杯羹，发大财的日子就在眼前了。祭坛上的法阵光芒大盛，狂狂的红色能量唰的一下喷涌而出。金太官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情况不对劲，那股恐怖的力量根本不受控制，直接扑过来将他死死缠住。金太官痛苦的惨叫起来，根本无法挣脱，但一切都太迟了，那股力量直接将金太官彻底吞噬。紧接着，一个巨大且面目狰狞的红色恶魔从血雾中缓缓站了起来，2个下属吓得直哆嗦，试探性的问眼前的怪物是不是会长。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恶魔那冰冷而恐怖的注视。谁能想到，这怪物刚一现身，直接就下了死手。旁边的女下属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铁链死死缠住，直接成了祭品。眼看同伴被吞噬，男人整个人都懵了。可更诡异的是，这怪物突然开口说话了，听声音居然是金太官。他痛苦的大喊，这身体根本不受控制，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觉醒，而是彻底的失控。金太官用最后的理智哀求，让男人快去叫人，不管是他的儿子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能阻止他就行。天空瞬间染成一片血红，连空气都变得无比压抑。程哲忍不住大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旁边的金振成也彻底傻眼，不祥的预感终究还是成真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男人在电话那头焦急大喊，大少爷出大事了，会长他出事了。金振成顿时心里一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父亲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而此时在另一边，考古猎人协会的地下室，金振宇还在拿着盾牌特训，根本不知道外面已经翻天覆地。金振宇看着周围破旧的仓库，忍不住开口抱怨，在这种全是灰尘的地方，到底能练出什么名堂？旁边的易林只能尴尬的笑笑，沃尔夫冈却直接叫他1号跟班，让他先冷静下来。沃尔夫冈指出他的致命弱点，一打起来就容易兴奋，身体习惯性往前倾，重心一下子就丢了，这在实战中等于把破绽送给对手。金振宇咬了咬牙，那就试试看吧。他深吸一口气，举起盾牌，摆好防守架势。沃尔夫冈提醒他沉住气，把重心压低，接着说要先来一次轻微的试探。话音刚落，他那砂锅大的拳头就带着排山倒海的力量砸了过来。这一拳砸下去，动静大得像炸弹爆炸一样，旁边的易林直接被余波震退，金振宇更是被这股怪力硬生生推出去好几米远。好不容易稳住身形，金振宇整个人都懵了，这威力居然只是对方口中的轻微试探。沃尔夫冈活动了一下手腕，表示这表现还算凑合，至少人没直接趴下。交代完要领后，沃尔夫冈让金振宇记住刚才的感觉，自己则退到一旁监督。看着金振宇老老实实开始练习，易林心里也松了口气，毕竟这家伙在晋升考试里可是拿过2000多分的高手，只要肯认真练，实力绝对差不了。沃尔夫冈有些不以为然，提起之前被他一用力就弄坏的测试机，旁边的易林只能尴尬的陪笑。就在金振宇继续练习的时候，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顺手接通了电话。看到金振宇这么轻易就分心，沃尔夫冈有些不满，易林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他才刚开始练习，应该多给他一点鼓励。可还没等易林把话说完，金振宇对着电话那头大喊起来，整个人都慌了神。挂掉电话后，金振宇甚至来不及多解释，只丢下一句家里出事了，就急匆匆的冲了出去。看着金振宇慌乱离开的背影，易林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沃尔夫冈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程哲怎么也没想到，会长竟然进行了恶魔降临仪式。男人无奈地承认了这件事，这下情况彻底失控了。男人说自己离开的时候，会长还有意识，现在赶过去也许还来得及。金振成决定独自去解决这桩家事，并拜托程哲去联系猎人协会。程哲却坚持要一起去，毕竟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事了。但金振成很清楚，只有程哲这种级别的猎人出面，协会才会真正重视起来。男人急得不行，因为他的妻子还困在里面。金振成让男人留下来找帮手，自己则立刻动身赶往现场。沃尔夫冈突然停下动作，直言情况有些不对劲。易林有些纳闷，不知道他又发现了什么。沃尔夫冈表示自己有种不祥的预感，必须立刻出去看看。易林一边收拾着地上的烂摊子，一边忍不住小声嘀咕，怀疑对方是不是又想找借口偷懒。沃尔夫冈无奈地叹了口气，表示自己真没开玩笑。等两人走到室外，眼前的景象让易林彻底懵了。明明现在还是大白天，天空却黑得像深夜一样。沃尔夫冈看着天空，语气变得异常沉重，直言这股不祥的能量绝对是恶魔降临了。
易灵一听，根本不敢相信，毕竟恶魔怎么可能毫无征兆的凭空出现？沃尔夫刚却冷冷的反问：“连金振宇都和恶魔签了契约，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易灵急忙解释，那种小打小闹的契约和眼前这种级别的异动根本没法比。看着越来越诡异的天空，沃尔夫刚心里很清楚，以前的规矩从这一刻起怕是彻底不管用了。易灵有些不知所措，沃尔夫刚神色凝重的表示：“看这架势，对方是要发动全面入侵了。”另一边，金振成正在街上拼命狂奔，他只恨自己不能再快一点，千万要赶得及啊！等他终于推开大门，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停下了脚步。红色的裂纹正疯狂蔓延开来，狂暴的红色能量瞬间喷涌而出。金振成紧赶慢赶，终究还是迟了一步。看着眼前这冲天的红色光柱，他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沃尔夫刚神色凝重地看着远方，直言这股不祥的能量绝对是恶魔降临了。眼看情况不对，他立刻让易灵先去安全的地方避难。易灵急忙大喊，让他千万要小心，协会的援兵已经在路上了，可别一个人硬撑。但这种时候多等一秒都是奢望。沃尔夫刚根本没打算等下去，这群该死的恶魔今天一个也别想跑。最后的野蛮人这回要动真格的了。爆炸的余波还没散去，现场一片狼藉。金振成在废墟里拼命挣扎，连站起来都费劲。看着眼前失控的怪物，他声嘶力竭的大喊，让父亲千万要撑住，绝对不能被恶魔夺走理智。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条漆黑的铁链瞬间飞了过来，这一下根本躲不开，金振成直接被死死贯穿，整个人被猛地拽飞了出去。废墟深处传来低沉的嘶吼，直言他的父亲已经彻底消失了。但紧接着那个声音又说：“不用觉得绝望，从你和你父亲开始，他要杀光这世上的每一个人。”